Hello， 又到了户外最适合玩火焰炉具的时候了。今天呢，我带来了一款最近欧美户外圈超火热的柴火炉 ，Horrified， 也是绿炉发展到第5代的开山作品。它是科学设计3合1柴火炉，它整合了生物颗粒炉、柴火炉还有烤炉3大功能全部融为一体。 都收纳在这样的一个只有登机箱大小的收纳包里面，还是这样扁形的，结构非常之紧凑。我打开来给你们看了就知道，很强大。上转弯好像穿过去了一条火龙哦！天哪！ 收纳袋完全摊开后，上层是3根烟管，提起提把拎出，上方有说明书，还有扩充置物板。其余的所有配件全部都收纳在炉膛内，包含生物颗粒燃料套件，完全不需要多带另一个包，并且还有一个可以远离地面的高支脚。主体物非常小巧，但是里面却暗藏玄机。 打开上炉膛，里面有4根烟囱和万能伸缩工具手把，这样一共加上前面3根，一共就是7根。嘿，忍不住想看一下内部空间。嘿，有点意思哦。虽然炉膛小，但它利用一个长条的挡片，让火焰停留在里面的时间延长，注定是一个大转弯的火焰，很期待。小侧门。 除了它是一个门，也是一个扩充周边装置的门片，可以套上一个烧水壶配件。帐篷暖帐的时候，还能有热乎乎的开水可以喝。这个我之后冬天再找机会示范给大家来看。先关上它吧，再装上这个开头的挂钩固定的洞洞置物板，就多了一个放置和挂架空间。好，重头戏来了，看下方烤箱，颗粒燃料仓、燃烧器零件、弯管烟囱全都紧凑收纳在里面。 因为烤箱有玻璃窗，建议配件都做好防护再放进来哦。又忍不住看向里面，怎么能装下这么多东西 ？Horror 系列从1代到4代都是以燃烧生物颗粒燃料为主，所以我们先处理这部分。太强大了，这么多配件全部都是烤箱里的。 而且你现在看到的所有全部都是在一个提包里的。好，现在我们来沉浸式组装。哎，这个设计要讲一下，左下侧有一个隐藏的接灰盒，清灰很容易取出倒掉就可以。这个活动隔板可以分隔完整烤箱空间。在户外的组装会令人非常兴奋，有一种把大玩具带到户外来的感觉。 反正你也没有什么别的其他事情，就是来玩吧。这种卡扣式的好方便，节省了拧螺丝的时间。我组装的时候没有戴手套，因为它的做工我觉得还蛮细腻的，虽然它有附。哈，这1溜烟的功夫，我的大玩具就组装完成啦，还是蛮有成就感的。拍一张，我学它，但我腿比它长。好，来仔细看一下 Horrified。哦，帅。 但留上了我的指纹。烧之前我会用酒精棉片帮你擦干净的。Horrified 的亮点就是横向火焰设计，燃烧器的火焰会沿着 U 型回转通道绕行，再进入烟道排烟，减缓火星外喷，也延长了火焰停留时间，大幅提升热效。上炉膛的玻璃窗可以看到漂亮的横向火焰，微倾斜的玻璃侧窗边有枫木进气口，可以减少玻璃熏黑。 接着我们去1楼看烤箱，把阀门关闭，空间内部扣1只鸡都没有问题。左边的活动接位盒直通2楼，它旁边有一个封闭式的点火器，颗粒燃烧器可以调整火力大小，还有更多操作细节，我会在边点火和片尾的时候和大家分享。
对，这一代最重要的升级就是有了燃木模式，解决之前后锐无法便携燃烧木柴的痛点。电玩超简单，哎，应该看出来了吧？看出来的扣一。取下燃料汤，燃烧器盖上小防片，放到接合头隔板，连通相邻烤箱的空间就能变成完整的柴火模式。下盆放上木柴，也可以使用下风门调节火力，热气流一样走 U 型风道，保持高效稳定燃烧，同时可以减少火星的产生。Horror 5还有许多 DIY 的可玩空间，满足改造爱好者的发挥。会让我们爱上动手动脑的，都不是因为产品的不足，而是它值得我们花费心思在上面，让它变得更有趣、多元、更个性化。当这个小门安装周边后，需要移走置物板。另外，置物桌板在这个位置只有放置的功能。如果是想要扩充加热烹煮区，可以在柴火炉的背面修改2根螺丝，因为这个位置温度还是蛮高的，可以改将桌板固定安装在这里。锅具靠着炉体受热烹煮或保温，也可以修改上缘的螺丝，吊挂军锅做简单料理。当然，这种背挂式的加热，侧面大面积接触的锅具会比较有优势。好了，细节及改装先说到这里。照惯例，小岛都会实际燃烧烹煮给你看。来做一个韩式鱼饼汤。今天用颗粒燃料模式，这个大容量的燃料仓能连续燃烧6个小时，冬天暖帐完全不用半夜添柴。好，颗粒燃料模式的时候，注意底下这个折叠盒盖要打开，然后这边的通气口要保持关闭，这边点火口点完之后也记得关闭。用喷火枪烧一会儿，浓烟排出去了，烟慢慢变小，代表点燃了。接着很快火焰就会长大，变成猛火，火就转弯了。哇，超大火，火都转弯过去了，玻璃都没有黑。哦，来看一下这个侧玻璃口。好像在沸腾呢，这个火。哈哈，节奏感很强的火。我颗粒仓还没看到最大呢。哇塞，这个很像火焰，我简直是贴着玻璃可以一直看呢，一秒都不想减。就感觉它在往前冲，这样转弯好像穿过去了一条火龙哦！天哪！哎，我是不是忘记放汤上去了？好吃的茶叶蛋又来了，我真的买了很多包，我放冰箱冻起来了，剩下的明天吃。淋上汤汁一起加热。嗨，Horror，我给你挂一个外挂书包。肚子里的烤箱也不能少，还是冻着的，先进去解冻吧。烤箱空间是不是还挺大的？再大一点的鸡，我觉得也没问题。哇，我的汤底已经热气腾腾的啦！因为有萝卜，再多煮一会儿吧。
哇，有点香。颗粒燃料能长时间稳定燃烧，中途不用添柴，真的很方便。U形通道的热循环也让整体热效更高。烤箱温度稳定在180到200摄氏度上下，是兼具光火取暖烹饪3大功能的高热效炉具。一放中间它就沸腾了，所以侧边呢那块小的地方就算是保温，和后背都属于保温性质啊。来吃烤鸡，烤箱好像不能浪费，我还有好吃的。在台湾吃过，超好吃的。这个是贴在这个烤炉里的，外面酥酥的，里面的肉好香哦，就是那个葱香，3星葱，特别香，好感力哦。胡椒饼，每次路过看到就一定要必买。外面这样硬硬的壳好香，里面是那种很有汁水的胡椒肉，肉很多很大颗，一口满足，而且它里面包了很多葱。那饼皮这样一层一层的。胡椒加香葱加饼皮，一口超绝。这个季节再吃一点热热的烤栗子，粉粉糯糯的。加入一个汤婆子，它热力实在太持久了，我总觉得这个不能浪费。晚上放被窝里面转被窝去。这是一个自动防回火的装置，当颗粒燃料下去的时候有重量，它就弹起来。让静养，让这边供它燃烧，燃料慢慢没有了，这边就关闭了，停止供氧了。来补充一个，如何把插片正确安装？先把插片放上来，好，再把颗粒仓卡上去，这样就是刚刚好有了插片的位置，固定住。因为我们安装的时候呢，合理的留出了这个插片的空隙，所以插入的时候就直接这样很好的插入进去，看到没有？它就里面直接贴住了底，这边就直接止住了。OK， 烧完之后的颜色更好看哦，有点泛紫红的金属色。好了，你会带这样紧凑又强大的3合1柴火炉去露营吗？欢迎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。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我的浩瑞被猫给侵占了。